别人家院子里一棵树能开出五颜六色的花，那绝不是什么基因突变的稀有品种，更不是进口的高科技产物，说穿了就是咱们园艺圈里最基础却也最神奇的手法，叫做嫁接。千万别觉得这是农业专家的专利，今天我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你会发现这其实比你炒一盘菜还要简单，只要你掌握了其中的逻辑，你家那棵只会开红花的九重葛，或者只有单条叶子的发财树，马上就能变成让人眼红的百花树。在开始动刀之前，我必须得啰嗦一下工具的问题。俗话说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这在嫁接里是铁律。你不需要去买那种几千块一把的进口嫁接刀，但是你手里的刀必须得足够锋利。家里用的美工刀是可以的，但是必须要换新的刀片。为什么我对刀这么苛刻？因为嫁接讲究的是伤口的平整。如果你用一把钝刀去锯树枝，那个切面就像是被狗啃过一样，充满了毛刺和挤压的痕迹。这种伤口的细胞都已经烂掉了，你怎么指望它能长出新的组织来？所以刀片必须快，快到能一刀下去，切面光滑如镜，泛着水光，这才是成功的起点。除了刀，你还得准备绑带。专门的嫁接膜当然最好，因为它有很好的延展性，还能自己降解。如果没有，家里的保鲜膜切成小条也能凑合，甚至最土的电工胶布也有人用，但我不太推荐，因为那个胶可能会影响皮层。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塑胶袋，用来给最后的伤口保湿。这个环节往往是被很多人忽略的，导致最后明明接上了，却因为风干而功亏一篑。接下来我们聊聊选材，这也是决定你能不能搞出五色花的关键。你要改造的那棵树，也就是提供根系和躯干的这一方，我们叫它针木。针木的选择非常讲究，它必须是生长健壮、无病虫害的。就像咱们盖房子打地基，地基如果不稳，上面盖的再漂亮也是危楼。如果你的针木本身就已经半死不活，叶子发黄，那你现在给它做手术，那是加速它的死亡。最好的针木是那种处于生长旺盛期，表皮光滑，充满水分的枝条。而被嫁接上去的那个枝条，也就是我们要它开花变色的部分，叫做接穗。接穗的选择更是有大学问。你不能选太嫩的，像那种刚刚长出来的水嫩嫩的绿枝，水分含量太高，木质化程度不够，切开后容易腐烂，而且抗蒸腾能力差，还没等愈合就先干瘪了。你也不能选太老的，那种皮都裂开，硬得像石头一样的老枝，细胞活性太低，愈合速度慢得像蜗牛，等到它想愈合的时候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最完美的接穗是那种半木质化的枝条。什么叫半木质化？就是表皮颜色刚刚开始从绿色转变成褐色，硬度适中，手指掐一下还能感觉到弹性，但已经有了木头的质感。这样的枝条细胞分裂能力最强，愈合速度最快，而且接穗上必须要有饱满的芽点，这个芽点就是未来的希望，是以后长出新枝叶和花朵的发动机。通常我们截取一段接穗，保留2到3的芽点就足够了。太长了消耗养分，太短了风险大。选好了接穗，我们就要进行第一步处理，那就是清叶。把接穗上所有的叶片都剪掉，注意我的用词是剪掉，不是硬拔。你要保留叶柄，就是叶子连接树枝的那一小段。为什么要留这个？第一，它是保护芽点的天然盾牌。第二，如果不小心碰掉了，会伤到皮层。剪掉叶子是为了减少水分蒸发，因为接穗一旦离开母体，就失去了水分来源，全靠自身储存的那点老底过日子。如果叶子留着，半天时间就能把接穗抽干。现在我们进入真正的实操环节，也就是劈接法的劈字诀。这个动作发生在针木上，你要选定一个合适的高度，把针木的头给截断，截断的切口一定要平。如果你是用剪刀剪的，往往会造成伤口挤压，这时候你要用刀把切口削平整。看着这个新鲜的圆形切面，我们要从正中间垂直的劈下去。这一刀要稳要准，不要歪七扭八，深度大概在2到3公分左右。这个深度不是随意的，
它是为了配合我们接下来要削的接碎的长度。很多人在这个环节手会抖，怕劈坏了。其实只要你的刀够快，这一步是非常轻松的。劈开后，你会看到中间的髓心和两边的木质部，以及最外面的皮层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，叫做形成层。所有的嫁接，不管是什么门派、什么招式，万变不离其宗，核心都在这3个字：形成层。形成层在哪里？它就在木质部和韧皮部之间，也就是树皮和木头中间那层薄薄的、滑滑的、颜色比较浅的细胞层。它是植物的干细胞库，只有它能不断分裂出新的细胞。我们嫁接的目的就是要把接穗的形成层和针木的形成层对准，贴在一起。只要这2条线搭上了，就像是接通了电路，生命的信息和营养就能在这个接口处重新流动。如果形成层没对上，你绑得再紧，切得再漂亮，也是白搭，最后接穗只会慢慢干枯死亡。了解了形成层，我们回过头来处理接穗。这可以说是整个劈接法里技术含量最高的一步。我们要把接穗的下端削成一个楔形，也就是像楔子一样的形状，这需要2刀。拿起接穗，看准雅点的位置，通常我们会在雅点的侧面下刀。刀刃要在接穗的下端大概2-3公分的位置切入，然后一刀削到底。这一刀要长要平，削完这一面翻过来，在对面也削一刀。这里有个细节，是很多老手心照不宣的秘密，那就是这2刀削出来的切面最好是一边稍厚一边稍薄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当我们把接穗插进针木的裂缝里时，如果两边厚度一样，夹紧的时候受力是均匀的。但如果我们做成外厚内薄，也就是靠近树皮的那一侧稍微厚一点点，插进去的时候外侧的压力会更大，这样能保证最关键的形成层这一侧贴得更紧密。当然，这对于新手来说有点难度，如果你控制不好，那就削成两边一样平也行，只要保证切面足够平整。削接穗的时候千万不要来回修补，很多人一刀下去觉得不平，又补一刀，结果越补越像搓衣板。记住，一刀流是最高的境界。如果切坏了，宁可把这段切掉，重新再削上面的一段，也不要用一个凹凸不平的切面去碰运气。因为植物细胞的接触必须是微米级的贴合，中间哪怕有一点点空隙，都会形成空气隔层，阻断水分的传递，导致嫁接失败。接穗削好后，切忌用手去摸那个切面，我们的手上全是汗液、油脂和细菌，手指头一摸，切面就被污染了。这一层看不见的油膜会堵塞植物的导管，让伤口感染。所以削好后，直接捏着上端，迅速插入针木刚刚劈开的缝隙里。插的时候就是见证技术的时刻了。接穗插进去不是随便一塞就完事，你要盯着看接口。因为通常接穗比针木要细，你不可能两边的皮都对齐。这时候你必须要把接穗的一侧紧紧的靠在针木的一侧，哪怕只有一边对齐了，手术也是成功的。千万不要把接穗插在中间，四周都不靠边，那样形成层悬空，根本接触不到针木的形成层，必死无疑。你要用眼睛仔细确认接穗绿色的皮层和针木绿色的皮层，那条交界线是不是连成了一条直线？为了保险起见，有些老园艺师会建议把接穗稍微往外露出一线白，也就是让接穗的削面稍微高出针木切口一点点，这叫露白。这有什么好处？当伤口愈合的时候，这里长出的愈伤组织能像一个包子褶一样，把切口完美的包住，愈合得更结实，抗风折的能力更强。当位置调整好，确认形成层至少有一侧已经完美对齐之后，就到了固定的环节。这时候之前的刀工如何，直接决定了这一步的轻松程度。如果切面平整，你会发现接穗插进去后，本身就有一定的摩擦力，不会轻易掉下来。接下来拿出你的绑带，绑带的缠绕也是有讲究的。我们要从下往上缠，为什么从下往上？这就好比咱们盖瓦片，下面的压着上面的，这样雨水流下来的时候会顺着流走，而不会渗进伤口里。第一圈一定要勒紧，把针木的劈口紧紧的夹住接穗，这个力度要大到让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缝隙，但也别大到把接穗给勒断了。
然后一圈压一圈，慢慢往上缠，直到把整个伤口全部包裹严实。讲到亲和力这3个字，这是嫁接这门手艺里最不容忽视的底层逻辑。很多人兴冲冲的拿着剪刀，把玫瑰接到松树上，或者想把苹果接到柳树上，这不仅是徒劳无功，简直就是乱点鸳鸯谱。植物界也有他们的家族族谱，讲究门当户对。一般来说，同科同属的植物亲和力最强，嫁接成活率几乎是100%。比如我们最常见的柑橘类，你把柠檬接在橘子树上，或者把葡萄柚接在柚子树上，那是亲上加亲，愈合口长得比原本的树皮还要结实。稍微远一点的，同科不同属，有时候也能成，但就要看造化和具体的品种了。比如大家很熟悉的茄科植物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家族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上面结番茄，下面长马铃薯的怪树？这可不是科幻小说，只要你利用披接法，把番茄的嫩枝接在马铃薯的茎干上，因为它们都属于茄科，完全可以共存。但是如果你跨了科，比如想把桃树接在梨树上，虽然它们都是蔷薇科的远房亲戚，但一个是梨属，一个是梨属，这就好比让猫和狗生活在一起，即使勉强接上了，后期也会出现排斥反应，接口肿大，或者风一吹就断，这种叫后期不亲和。所以作为新手，我建议大家先从最保险的组合玩起。如果你家里有那棵长满刺，只会开小花的野生蔷薇，千万别挖掉，那是最好的砧木，你在上面接上名贵的月季品种，那长势绝对比你买来的扦插苗要猛好几倍。如果你喜欢吃水果，那种实生苗，也就是吃完水果吐个核长出来的小苗，不管是芒果、酪梨还是柠檬，通常果实都不好吃，但它们的根系发达的惊人，拿来做砧木，上面接上改良过的优良品种，这就是所谓的换头树，3年就能让你吃到顶级的水果。接下来说说一个让无数人功亏一篑的细节，那就是砧木的叛变。当你费尽心思把接穗接好，包得严严实实，满心期待它发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砧木原本的枝干上或者根部会疯狂的冒出很多嫩绿的小芽，这些小芽长得极快，一天一个样。很多新手看着绿油油的一片，还以为是好事，觉得这树真有活力，大错特错。这些是砧木的西芽，它们是接穗的死敌。植物是非常聪明的，或者说是非常护犊子的。对于砧木来说，那个被你强行插进去的接穗是个外来户，是个寄生虫，它本能的不想给这个外来户供养分，它更愿意把根系吸收上来的宝贵营养输送给自己的亲骨肉，也就是那些侧芽和西芽。如果你不及时把这些砧木上的原生芽抹掉，它们就会像强盗一样截断所有的营养通道，结果就是下面的侧芽长得像热带雨林，上面的接穗因为断粮而活活饿死。所以嫁接后的第1个月，你每天的任务除了观察，就是要把砧木上冒出来的任何绿色小点全部无情的抹去，必须逼着砧木别无选择，只能把营养往上送到接穗那里去。再来聊聊那个神秘的塑胶袋什么时候摘，这可是个技术活，摘早了前功尽弃，摘晚了接穗会变成温室里的花朵，一见风就死。通常我们判断的标准是看到接穗上的芽点不仅变绿了，而且开始展叶了，长出了第一片针叶，这就说明接口的形成层已经基本连通，水分供应跟上了。这时候你不能一把就把带子扯下来，你要像照顾婴儿一样给它练苗。什么叫练苗？就是先在带子的顶端剪一个小口，或者把下面绑紧的地方松开一点缝隙，让外界干燥的空气慢慢混进去，让里面的湿度一点点降下来，给接穗一个适应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大概持续3到5天。如果这期间叶子没有萎蔫，你再选个阴天或者傍晚，把带子彻底拿掉。这一步走稳了，这棵树才算是真正挺过了鬼门关。如果你想在一棵树上开出5种颜色的花，比如现在台湾非常流行的5色9重阁，或者5色沙漠玫瑰，这里面还有一个极高的心法，叫做场势平衡。这绝对是老玩家才懂的秘密。不同颜色的品种，它们的生长习性是不一样的。有的品种天生霸道，
长得快，抢营养凶。有的品种天生文静，长得慢。如果你把一个强势品种和一个弱势品种接在同一棵树的对称位置，我敢打包票，不出半年，那个强势的枝条会粗得像胳膊，而那个弱势的枝条会越来越细，最后慢慢枯死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我们在选择接穗的时候就要做功课，尽量选生长速度差不多的品种组合在一起。如果实在没办法，强弱混接了，那你后期的修剪就至关重要。你必须经常狠狠地修剪那个长得旺的枝条，压制它的顶端优势，不让它长太高，逼着营养分流到那个弱势的枝条上去。这就好比家里有2个孩子，一个强壮，一个瘦弱，吃饭的时候你得把强壮的那个拉住，多给瘦弱的那个夹菜，这样才能维持家庭的和谐，你的5色花束才能长久的保持五彩斑斓，而不是昙花一现后又变回了单色调。说到修剪，其实嫁接不仅仅是为了换品种，它还是盆景造型的大杀器。很多名贵的盆景，比如那种悬崖式、临水式的松柏，或者那种根部巨大苍老的梅花，很多都是靠嫁接得来的。有时候我们养了一棵树，它的姿态很美，但就是缺了一个方位的枝条，看着总是少点什么，这就叫片层缺失。这时候你可以用复接法，也就是在树干的侧面切个口子，直接种一个枝条进去，人为地造出一个侧枝来。这种手段简直就是植物界的整容手术，可以化腐朽为神奇，把一棵原本要被淘汰的废材变成价值连城的艺术品。当然，咱们干园艺的还要学会面对失败，没有谁是天生的神手，就连那些干了几十年的老师傅也有失手的时候。当你发现接穗变黑了，干枯了，皮皱巴巴的，千万不要灰心，也不要急着把整棵树砍了。只要针木还活着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你可以把枯死的接穗剪掉，把针木的切口再往下锯掉一截，露出新鲜的组织，换个切面，换个方位，重新再接一次。甚至有时候这边的枝条没接活，反而刺激了针木基部，冒出了更强壮的新笋。这根新笋养个半年，又是一条好汉，又是最好的嫁接材料。还有一种情况非常有意思，就是变异。虽然嫁接是无性繁殖，理论上会100%保留母本的性状，但在接口处，由于细胞的混乱重组，偶尔会发生芽变。你可能会惊喜的发现，开出来的花既不像针木，也不像接穗，而是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花色，或者是花瓣形状变了。这种概率虽然极低，就像中彩票一样，但一旦碰上了，那你就是撞了大运，这可能就是一个全新的品种诞生在你的手里。园艺的魅力就在这里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春天会给你带来什么惊喜。我特别想跟生活在城市里的朋友们说，嫁接其实是非常适合阳台族的一项技能。现在的房价这么贵，阳台空间寸土寸金，你不可能种几十盆不同颜色的月季，或者种一整个果园。但是通过嫁接，你可以在一盆树上实现你的百花园梦想。我见过有的花友在一个大的盆栽柠檬树上接了金桔、柳丁、橘子、葡萄柚，过年的时候，一棵树上挂满了形态各异、颜色深浅不一的果实，那叫一个喜庆，那叫一个有面子。朋友来家里做客，看到这一幕，那种震撼的眼神，绝对能极大的满足你的虚荣心。而且嫁接能让你省下一大笔买苗的钱。咱们去花市买花，凡是那种造型独特、花色稀有的，动不动就是几百上千块。其实你自己仔细看看，它们无非也就是个嫁接苗。你只要花10几块钱买个普通的10生苗做针木，然后去朋友家剪一段你看上的品种枝条，或者在网络上花几块钱买个接穗，回来自己动手一接。1年之后，你拥有的就是那盆价值上千的精品。这就是知识变现，这就是技术的价值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大家都很浮躁，恨不得今天种下去，明天就结果。但嫁接这门手艺是在教我们慢下来。你需要静下心来磨刀，需要屏住呼吸去切削，需要耐心的等待愈合。当你专注于手里那个小小的切口时，你会忘记工作的压力，忘记生活的烦恼，你的世界里只剩下2个生命的连接。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冥想，是一种对心灵的疗愈。